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大唐版国中之国的生存法则。当我们提起唐朝中后期，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哪4个字？我相信大多数人脱口而出的肯定是藩镇割据。在传统的历史叙事里，藩镇，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形成的那些手握重兵的地方节度使，几乎被统统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被刻画成一群贪婪无度、嗜血成性的军阀，是撕裂大唐盛世，导致生灵涂炭的千古罪人。而在所有这些藩镇中，名声最臭、骨头最硬、叛乱最频繁的，莫过于大名鼎鼎的和硕三镇，也就是魏博、承德和卢龙这3个位于今天河北地区的超级藩镇。但是，历史真的就这么非黑即白吗？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一个巨大的逻辑漏洞。如果和硕三镇真的只是纯粹的叛贼窝点，如果他们每天只知道杀人放火、横征暴敛，那么他们怎么可能在战火纷飞的晚唐乱世中，不仅没有自我毁灭，反而维持了长达1个半世纪的生存与繁荣？一个纯粹依靠暴力和掠夺建立的草台班子，是绝对不可能传承100年的。今天我们就来做一期硬核的翻案与解构。我们将彻底撕下叛贼这个简单粗暴的标签，引入一个全新的视角，那就是生态位。我们要深入剖析和硕三镇究竟是如何在一个帝国的内部硬生生地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生态位，并最终演变成为了拥有高度自治权力的地方实体。这份文案很长，干货极多，建议大家先暂后看。我们马上开始。要理解和硕三镇的生态位，我们必须把时间拨回到公元763年。这一年，历时7年零2个月的安史之乱终于名义上结束了。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因为这场平叛战争的结局充满了令人无奈的妥协与戏剧性。当时的唐朝中央政府虽然在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带领下，借助回纥骑兵的兵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但整个帝国的财政和军事机器已经濒临崩溃，根本无力将盘踞在河北地区的安史叛军残部彻底歼灭。而河北的那些叛军将领们，在经历了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连续4次内部残酷的弑君篡位后，也早已精疲力竭。他们看清了自己根本没有实力打过黄河去推翻大唐，但同时也知道唐军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在这种僵持之下，一场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政治大妥协诞生了。唐代宗为了尽快宣告天下太平，接受了叛军将领们的集体投降，并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让步，他将这批双手沾满唐军鲜血的叛军头目就地合法化。李宝臣被任命为承德军节度使，田承嗣被任命为魏博军节度使，李怀仙被任命为卢龙军节度使。这就是和硕三镇的正式诞生。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和硕三镇就不是唐朝中央政府规划出来的行政区划，而是依靠自身的绝对武力逼迫中央承认的既成事实。大唐给了他们合法的外衣，他们给了大唐名义上的臣服。这是一种极为微妙的默契。在表面上，三镇的节度使都是大唐的臣子，他们接受朝廷的官爵，使用唐朝的年号，甚至偶尔还会向长安进贡一些土特产。但在实质上，他们是完全独立的王国。史书上对他们的状态有着极其精准的概括，叫做不输贡赋，不申户口。这就意味着长安的皇帝根本不知道河北大地上到底有多少人口，也收不到河北地区上缴的1文钱赋税。更要命的是，三镇的人事任免权完全独立。节度使死了，不是由朝廷派人来接替，而是由节度使的儿子继承，或者由手下的骄兵悍将们推举产生。朝廷只能捏着鼻子捏造一份圣旨，承认他们自己选出来的新首领。这就确立了和硕三镇第一个核心生态位，名义臣服下的绝对政治自治。那么，既然脱离了中央的管控，这3个独立王国在内部又是如何运转的呢？这就涉及到了三镇最为人诟病，但也最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武装集团公司模式。很多人认为藩镇就是节度使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王国，其实大错特错。在和硕三镇，节度使更像是一个武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也就是 CEO，
而真正掌握公司命脉的是董事会和全体股东，也就是三镇最核心的武装力量牙军。牙军原本是节度使的私人卫队和核心精锐，但在和硕三镇，为了维持对抗中央和周边敌对势力的绝对武力，牙军被不断扩充和极度优待。他们拥有最好的武器装备，拿着最高的军饷，甚至连婚姻都在牙军内部解决，形成了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的世袭军阀阶层。这些牙军士兵不仅是战争机器，更是政治力量。在魏博镇，甚至出现了庞大的魏博牙兵集团。当节度使能够保障牙军的利益，能够带领他们打胜仗、抢地盘、发财的时候，牙军就是节度使最忠诚的猎犬。可一旦节度使试图削弱牙军的权力，或者因为政策失误导致军饷发不出，这群骄兵悍将就会毫不犹豫地发动兵变，直接把节度使杀掉全家，然后再从自己人里面推举一个看着顺眼、听话的军官出来当新的节度使。这就是晚唐历史上著名的骄兵悍将现象。听起来是不是极度血腥和混乱？确实，和硕三镇的节度使患得非常勤，非正常死亡率极高。但是，如果我们跳出道德的框架，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频繁的兵变恰恰是三镇维持内部平衡的一种残酷机制。它类似于一种极端的带血的军事民主制。牙军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内部制约力量，死死地限制了节度使的个人权利。如果一个节度使是个疯子，想拿全镇人的性命去跟唐朝中央死磕，或者想过极度奢靡的生活，疯狂搜刮本地财富，牙军就会立刻物理换届，换一个务实的人上来。因此，虽然三镇的最高领导人经常人头落地，但三镇这台庞大的官僚和军事机器却始终在稳定高效地运转。领导换了，但地方实体的体制没有乱，核心利益没有受损。这种机制过滤掉了那些可能将藩镇带入万劫不复深渊的极端独裁者，确保了藩镇政策的连续性和务实性。这就是他们能在乱世中活下去的政治生态秘诀。讲完了残酷的政治，我们来聊聊可能最出乎大家意料的一个方面——和硕三镇的经济生态位。我们通常的刻板印象是，军阀割据的地方一定是民不聊生、十室九空。但如果你穿越回中晚唐的河北，你看到的景象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真实的和硕三镇不仅不穷，反而相当富庶，甚至在某些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要好于唐朝中央直接控制的江淮和中原地区。这听起来非常违背常理，但这却是历史的真实。原因其实很简单，前面我们提到了8个字：不输共富，不深户口。这就意味着，河北这片自古以来就极其肥沃、人口稠密的土地上所产出的全部社会财富，被完完全全地截留在了本地。在唐代，河北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农业和手工业中心，尤其是丝织业极其发达。魏博镇和承德镇占据着广袤的华北平原，农业产出极高；卢龙镇则控制着北方的贸易通道，通过与契丹、西等游牧民族进行战马、盐铁贸易，赚取了巨额利润。三镇的历代统治者虽然是武夫出身，但他们并不傻。他们深知，要想养活那群随时可能造反的骄兵悍将，要想修建坚固的城池对抗朝廷的讨伐，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因此，为了保住自己的基本盘，节度使们不仅没有疯狂破坏生产，反而极其注重保境安民，发展地方经济。他们组织百姓兴修水利，开垦荒地，鼓励商业贸易。更重要的是，相比于中晚唐时期中央政府为了筹集军费而不断加派的各种苛捐杂税，和硕三镇的税收政策虽然也不轻，但却相对固定和可预测。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政府实行了著名的两税法，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因为中央极度缺钱，往往会在两税之外，再巧立名目征收无数的额外赋税。而且，中央控制区的财富被大量抽调到长安，用于供养庞大且臃肿的官僚集团以及皇室的奢靡开销，老百姓苦不堪言。但在和硕三镇，老百姓交的税绝大部分直接转化为了本地的军费和基础设施建设，财富在本地循环。
历史上甚至出现过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央管辖区的百姓为了逃避朝廷沉重的赋税，竟然成群结队地逃亡到了被朝廷视为叛贼的藩镇领地里去生活。这用脚投票的结果，无疑是对三镇经济治理能力最有力的证明。他们成功地构建了一个财富内循环的经济生态位，用丰厚的物质基础支撑起了强大的军事机器，从而维持了100年的繁荣。当然，光有钱有兵，如果不懂得地缘政治，在那个群狼环伺的年代也是活不长的。和硕三镇之所以能成为唐朝历代皇帝的噩梦，不仅在于他们个体实力强横，更在于他们极其精通地缘博弈，共同编织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军事外交生态位。这其中最核心的策略就是联兵拒朝。魏博、承德、卢龙这3个藩镇彼此之间是铁板一块吗？绝对不是。在没有外部威胁的时候，他们为了争夺几座城池、几块产盐的盐池，经常打得头破血流，互相挖墙脚，简直就是3个争风吃醋的黑帮。但是，只要长安的唐朝皇帝下达了讨伐其中某一个藩镇的诏书，只要中央军的兵马一渡过黄河，这3个平时互相看不顺眼的死对头，立刻就会亲如兄弟，毫不犹豫地歃血为盟，共同出兵对抗中央。因为他们太懂唇亡齿寒的道理了。他们清楚地知道，唐朝中央的最终目的不是惩罚某一个人，而是要彻底削平河北的独立地位。只要有一镇被朝廷攻灭，剩下的2镇绝对独木难支。这种默契的联防体系让唐朝吃尽了苦头。唐朝中后期最英明神武的皇帝唐宪宗李纯发起了著名的元和中兴。唐宪宗削平了西川、镇海、淮西等诸多藩镇，可谓是势如破竹，军威极盛。可是，当带着灭国之威的唐军主力推进到河北，试图彻底解决和硕三镇时，却陷入了可怕的泥潭。三镇动员了所有的人力物力，凭借坚固的城防、熟悉的地形以及极度抱团的联军，硬生生地扛住了唐军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势。唐军不仅没能速战速决，反而因为后勤补给线过长，军费开支如流水一般，差点把大唐刚刚恢复一点的国库再次掏空。最终，唐朝中央不得不再次妥协，承认了三镇新推举的节度使重新回到了名义臣服、实质独立的起点。三镇用实力证明，试图用武力打破他们的地缘生态位，代价是大唐帝国无法承受的。而除了内部的抱团取暖，和硕三镇还牢牢占据着另一个让唐朝中央投鼠忌器的外部地缘生态位，他们是大唐帝国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钢铁长城。我们往往只看到藩镇对抗中央的一面，却忽略了他们在维持华夏帝国北方边界安全上的巨大贡献。尤其是最北边的卢龙镇，它的防区北临契丹和西族。在安史之乱后，唐朝中央军的精锐全部内调，边防极度空虚。如果不是卢龙镇凭借自身强大的武力死死定在幽州一带，契丹的铁骑早就长驱直入，饮马黄河了。对于大唐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尴尬的死结。朝廷恨不得立刻把三镇的节度使千刀万剐，但如果真的派大军打垮了他们，就意味着朝廷必须自己派军队去驻守漫长且危险的北方防线，那需要极其庞大的军费和后勤支撑，而当时的大唐根本拿不出这笔钱。留着三镇，虽然他们不听话，但至少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会拼死抵抗契丹人，相当于大唐一分钱不出就雇佣了3支极其强悍的边防军。这种诡异的共生关系，使得和硕三镇在帝国的国防战略中具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只要契丹的威胁还在，大唐就永远不敢对三镇下死手。这就是他们最高明的外交与地缘生态位。最后，我们还要触及一个更加深层也更加隐秘的领域，和硕三镇的文化与心理生态位。一群人能够长期在一个地方割据，并且得到当地军民的拥护，仅仅靠利益和武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文化认同。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叫做和硕胡化。陈先生认为，因为安史叛军多为胡人，
安史之乱后，河北地区大量胡人定居，导致当地的民风、习俗甚至文化心理都发生了胡化，从而与讲究正统儒家文化、以长安为中心的中央朝廷产生了严重的文化撕裂。现代的历史研究对胡化的程度虽然有所争议，但大家普遍承认的是，中晚唐的河北确实孕育出了一种极其独特且强悍的地方文化。这是一种尚武的、极度务实的、带有一种狂野气息的军阀文化。在长安的士大夫们整天吟诗作赋，讲究门第出身的时候，河北的军民只相信手中的刀剑和弓马。在他们的心理认知中，长安那个高高在上的朝廷是虚无缥缈的，是贪婪的，只会派一些不懂军事的文官来对他们指手画脚。相反，带领他们打仗，给他们发军饷，保护他们免受战乱和游牧民族劫掠的节度使，才是他们真正的衣食父母。最能体现这种心理隔阂的是，河北地区长期存在着一种令朝廷毛骨悚然的信仰，崇拜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正史中，这两人是遗臭万年的千古乱臣贼子，但在当时的幽州、魏博等地，老百姓和士族竟然自发地为安禄山和史思明修建祠堂，把他们当作神明一样供奉，称为安史二圣。为什么？因为在河北人眼里，安史二人虽然造了朝廷的反，但他们是真真切切为河北军民谋取过巨大利益的本土英雄。这种极其强烈的地方本位主义和文化骄傲，也就是所谓的河北骄傲，构成了河朔三镇最坚实的心理防御体系。当朝廷的军队打过来时，三镇的军民不认为自己是在跟着节度使造反，而是认为自己在保卫家乡，保卫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这种离心力远比几万兵马更加让唐朝绝望。他们在这个帝国中彻底建立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完全独立的封闭闭环。当我们抽丝剥茧，把河朔三镇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立、地缘联防和文化认同这4个维度的生态位全部拼凑在一起时，一个丰满、立体，甚至有些令人敬佩的地方实体形象就跃然纸上了。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能在战火中维持100年繁荣？因为他们从来不是流寇，也不是一群只懂破坏的杀人狂。他们是一群在唐朝就体制崩塌的废墟上，凭借着极度的实用主义和强悍的生存本能，重新建立起一套全新游戏规则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敏锐地抓住了中央权力衰退的空窗期，将河北的农业资源、商业贸易与强大的常备军结合起来，打造了一个个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站在大唐帝国的宏大叙事里，河朔三镇毫无疑问是恶性肿瘤，他们吸干了帝国的血液，阻断了中央集权的进程。但如果我们转换视角，站在地方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河朔三镇其实是中世纪中国在地方自治管理上的一次极其大胆，甚至有些超前的社会实验。在那个皇权无法触及、秩序崩溃的年代，三镇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河北大地维持了基本的社会运转，保护了大量的北方人口，延续了经济的命脉。更有趣的是，很多人以为是藩镇割据灭亡了唐朝，但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误区。真正给予唐王朝致命一击的是后来爆发的黄巢起义。黄巢的流寇大军横扫了唐朝赖以生存的东南财富重地，彻底斩断了长安的经济大动脉。而在整个黄巢起义席卷全国的灾难中，河朔三镇却凭借着强大的武力和严密的组织，硬生生地把黄巢的大军挡在了河北之外，不仅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成为了当时北方保存最为完好的一片绿洲。当黄巢之乱最终耗尽了大唐最后一丝气血，大唐帝国轰然倒塌之时，历史进入了更加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而那些在五代十国中呼风唤雨、建立新政权的开国君主们，比如后梁的朱温、后唐的李存勖，他们其实都是在模仿甚至放大河朔三镇的生存模式。可以说，河朔三镇不仅在晚唐的缝隙中活出了自己的精彩，更是提前100多年为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代写好了剧本。他们不是时代的逆流，他们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历史的魅力永远不在于简单的贴上好人或坏人的标签，
而在于去理解那些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所做出的复杂选择。和硕三镇的百年兴衰就是这样一部充满着血腥、智慧、妥协与顽强的生存史诗。他们在这个被称为乱世的修罗场里，精准地找到了自己的生态位，并将其经营到了极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千年之后依然有必要去重新审视它们、解构它们的原因。好了，今天关于和硕三镇生态位的深度硬核解构就到这里。不知道听完这期节目，你对藩镇割据这段历史有没有产生一些新的看法？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